丧尸末日你会怎么做？在尸海之下如何逃生？今天来讲讲恶灵势力的末日生存故事。是说书人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游戏的故事呢，发生在美国的宾州，在游戏中呢，是由一个狂犬病毒引起的变种病毒。那游戏的4名幸存者分别为越战的老兵，还有经理路易斯和喜爱看恐怖电影的大学生洛伊，跟机车骑士法兰西斯。那他们这几位主角呢，都是对病毒免疫的免疫者，而这种病毒呢，会不停的一直变异，有时候会通过空气传播，也会透过接触来传播，还有丧尸会变成特殊的感染者。第一章呢，它是幸存者在费城的一个市区当中的公寓顶楼，他们在经过的一个直升机广播中得知说，疏散点在即将落成的一座医院上。于是比尔提出说，经由地下道逃到那家医院上去，而一行人呢就经过满街丧尸的街道，到达了地下亭。我是不懂为什么要走地下亭，把自己关到一个四处都狭窄的空间比较安全吗？可是还能怎么办？就走屋顶嘛，就算你可以就是找一些什么绳子什么的勾锁勾过去，然后那有点难了，就比较难一点点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走平路还是比较安全，毕竟我们有一个机车骑士。好，他擅长在道路上行驶。那当他们沿着铁轨走呢之后，发现说，前面被泥石堵住了。对，那一行人呢又再次回到了街道，是不是？早讲走上面了。而后他们经过了当铺，然后又经过了仓库，成功到达了地下道，并且到达了慈爱医院。接着呢，他们抵达了天台之后，利用无线电联络上了直升机上面的驾驶员。于是驾驶员赶来接走了这4人，就结局了。万岁！没有那么快，这才第1章而已。好，那大家呢刚登上直升机之后，发现驾驶员有点不太对劲。后来发现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被感染了，于是洛伊就直接把那个驾驶员射杀了。结果直升机也理所当然的坠落了。一路上呢，法兰西斯对于洛伊射杀驾驶员这件事情非常不爽，2个人还因此起的争执。可能是因为驾驶是突然就这样。对，但是他会觉得说，你怎么没有想好说我们要下来？先降价再说。最后到了某一处安全室，知道说附近有一个车库，有一个改装的装甲卡车，于是大家决定前往那个车库。启动发电机，等待装甲车下降时，因为发电机的噪音太大了，引起了成群的丧尸冲过来，尸海一样，然后你要手对，在千钧一发之际呢，卡车成功的下降，然后大家也就登上了卡车，逃到了河岸市。但由于公路被大量的废弃汽车所堵住，所以一行人无奈之下只能用走的、徒步的继续往前走。而路易斯由无线电的广播中得知了河岸市已经成功被军方守住了，于是他们就想要前往河岸市，但是在经过城市的隧道中被军方的阻挡物挡住了，他们只好就是先到城镇的教堂另找出路。一到了教堂，发现说有一位男子大约在1小时之前被丧尸所伤，所以他的病毒的副作用正在让他疯疯癫癫的。一行人希望说可以进入教堂的安全室，但被这名男子拒绝了。而这名男子呢，还启动了就是教堂的大钟，招来一批丧尸过来。经过一阵死守之后，这名男子变异成丧尸，才停止了那个钟声。自私的人的。但是我觉得这边比较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比较晚变成丧尸？但是那个直升机那个就没有那么久。对啊，因为他说病毒是因人而异嘛，有接触传染，也有可能是变种病毒。对，猜啦，应该是这样。其实这里写的蛮写实的，就写上末日之下的就是人类的自私，这样自私的人。最后幸存者这一伙人呢，就把他杀死了，然后进入了安全室。幸存者他们穿过了小镇，发现说河岸市已经是一个充满丧尸的疫区。比尔就在这个时候说到说，丧尸是没有办法透过防御策略来应付的，他们无孔不入，就是蟑螂这样。对，怎么防它就是一定会钻进来，它一定会钻进来，除非有疫苗。后来幸存者成功的逃离了河岸市，抵达了岸边。他们利用对讲机联络上了一对渔夫的夫妇，最后渔船到了河岸边，然后把他们带走了。接着幸存者他们来到了对岸四处冒火的一个城市，他们被船主赶下来，
于是法兰西斯提议说到机场看看有没有救援。千辛万苦到了机场之后呢，他们发现机场其实基本上被破坏掉了，已经变成了丧尸的占据地。所有的飞机不是飞走就是坠毁了。幸好他们看到了一个私人飞机还没有起飞，但因为里面的机师没办法离开机舱替飞机加油，机师答应他们说，如果他们为飞机加油的话，他愿意载他们离开。他们只好就是启动了运油车，但因为声音太大，又引起了一批丧尸过来。一场血战之后呢，他们终于把油加满，然后并且载着这个私人飞机离开了。为啥不一开始就决定前往机场？那个机场如果疫情一爆的时候就跑过去，感觉他们到那边才发现有机会的。他们到那边才发现啊。他们那时候可能只是想先逃离自己的城市嘛。他们应该是就是一开始看到新闻会觉得这火小的那群人，所以现在才落得这般境地。但他们飞没多久之后，发现飞机因为机械的问题，导致只能迫降到民用的一个机场。幸存者就在这个机场离开来了。幸存者离开了飞机之后，发现了一个山间小路，并经过了一个水坝之后，抵达了附近的国家公园。那来到国家公园之后，法兰西斯觉得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一路非常坎坷对，从这 A 到 B 又从 B 到 C， 然后 C 又不行，然后对。法兰西斯觉得说应该要受到军方的保护才对，于是大伙就决定说往北边走，试图找到军队的据点。他们杀出森林，成功穿过树林之后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铁路。于是他们就沿着铁路找到了军方的设施，向军方他们求救之后，最后军方派出了装甲车赶到现场，将4人接走。游戏的剧情就到这边而已。可是接着是后面的漫画结局，在游戏都没有出现的。那大伙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军方的他们的军营里面，却被囚禁了，并在营内的医师对话中得知说，他们并非是免疫者，而是无症状的感染者。他们的体内的病毒呢，并不会让他们感到病变，但是会对其他普通人造成感染。所以前面那个直升机的驾驶，并不是他被感染了，而是他被传染了。他被传染了，没错，所以他才会突然的变成不知道为什么变异之类的。但是后面很奇怪的是说，他们飞机的那个驾驶员就没事。我觉得应该是飞机的驾驶舱是跟直升机比较密闭一点点啦。而同时呢，军营呢开始发生了内部叛乱，警报声乱鸣，把附近方圆100里的丧尸全部引了过来。这时呢，幸存者马上逃往了附近的列车站。过了没多久之后，丧尸吞没了整个军营，所有的战线全部都消失了。而剩下的士兵呢，尾随着幸存者也一起逃到了列车站。但由于丧尸不断的逼近，比尔就选择了开动列车。后面的那些逃难者都还没上车，甚至里面包含了帮助过他们的医生。那洛伊呢，对比尔这个做法非常不满，一路上一直谴责着比尔。而列车呢，由美国的北部开往美国南方地区。那比尔呢，希望说到达了岸边之后，可以乘驾帆船逃离美国大陆，到达其他地方。他的目的地呢是佛罗里达的群岛去隐居。而幸存者穿过了很多地方，他们沿路上遇到了除了他们熟悉的那5种特殊僵尸之外呢，还有因为病毒不断的变异衍生出来的新型僵尸，那后面的3种2代新的3种僵尸。对。而最后到达了市区之后，他们发现说必须要启动3部发电机才可以让渡河的铁桥升起来。当铁桥启动之后，所有人马上登桥，而过程中呢发生了巨大的噪音，整城市的丧尸都纷纷跑来。但因为发电机的燃料不够，铁桥故障停止上升。这个时候呢，比尔决定牺牲自己，跑到发电机去重启发电机，而自己则被 Tank 打死。之后的剧情呢，就衔接《恶灵势力2》的开头战役之中。所以最后比尔领便当了。对。很多人都在诉求说，可不可以把这个游戏拍成影集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的题材。而且适合的，对。然后他们，我觉得有一个 bug 是，他们为什么不找电动车啊？现在才有电动车啊，那个时候没有。他们如果说开特斯拉或是 GoGoRo， 就一路上可能就畅通无阻，我们不用经过这么险峻的冒险过程，一堆噪音。这里面10次有8次的血战都是因为噪音啊，都是因为噪音来的。那各位观众，你们有玩过《恶灵势力》吗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你们觉得好不好玩？有什么好值得跟我们分享的？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